这是2025 Toyota Corolla Cross， 简称 CC， 也是近年来在台湾销售冠军的国产 SUV。实际开箱和上路画面，马上来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陈凯的都市升级。99%的观众尚未订阅，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今天来开箱分享2025 Toyota Corolla Cross， 也是我的第一台车。虽然说很多人开箱过了，但是毕竟这是第一台车，是蛮值得纪念的。Toyota 天大地大 Toyota， 那已经不是全新的啦，大概已经开了600公里左右了。这个是油电款的。以前其实也没特别研究车子，因为学生时期也忙着考试，对车子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而且那时候都在台北，要么搭捷运或是骑车去捷运站放。重点是没有钱，所以都是机车来机车去的。出社会有了代步需求，才真正开始看台湾到底有什么车子品牌、型号还有规格。那看来看去也会发现，其实没有真的很多选项，因为预算有限，所以小资族当然选择就不多了，游走在几台车之间做挑选而已。那为何最后选 CC 呢 ？Lemon， 我们进到里面看一下。这台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没有太多花俏的内装，比较塑胶一点。那因为是油电的，所以启动的时候就不会有平常车子的那种的声音。开冷气，它的界面车门是打开的，没关好。这个仪表板当初在试驾的时候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它是全数位的嘛，然后还有分模式，它的按钮在这有一个 Drive Mode， 那按了这个呢，这个就会切换。比方说我现在按下，它就会切换到 Power， 然后还有一个过场的动画。那 Power 实际开起来，确实它脚踩下去转速拉的会非常快，不会觉得起步的马力不够。在 Power 模式是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个 Eco 模式，应该就是更节能吧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Normal 模式。那基本上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我就会习惯切到 Power 模式，因为它转速拉比较快。在市区的话，可以切 Eco 或 Normal， 那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平常。电子手刹车这一次改款才有的，还有一个 Auto Hold， 这是它车钥匙。钥匙很简单，就3个按钮。Toyota Corolla Cross， 小置物空间。好，来看一下后座，后座锁住了。以我大概172左右，当然腿部空间就很够，头顶的空间也是很足够了。当初也是在想说有一定的室内空间，后车厢空间也算蛮大的 ，CP 值又高又省油。来看一下后车厢，后车厢空间非常大。底下的话是一些工具。好像以前的车都会附一个备胎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钥匙的功能来看一下，锁门，好，又锁起来了。开锁，好，打开了。这个红色是什么？在这边分享我个人选车时的需求，偶尔要载家人，虽然说不是很长，但是家人很胖，所以后座也不能太小，车厢空间希望不要太小，因为有时候要载一些货物啊，或是也想尝试体验看看车速露营，看到蛮多人在分享平整化套件，因为后车厢跟后座是有高度差的，以后有机会再试试看，不想花太多钱在车上，需要便宜好保养好维修，那首选当然就是天大地大 Toyota， 服务据点又最多。车友多，偶尔会听到一些零件名词，像是保险杆、底盘、变速箱等等。如果有坏掉的情况或是车有问题，那我网络上比较容易找到相同的资源。开车的舒适度跟操控性就不是首要考量了，毕竟不会一直长时间上路，偶尔长距离，一般来说都是短距离代步。反正最后选了油电版本的 CC。网络上通用的说法是每年开1万到15000公里左右就买油电版本，计程车就更不用说了。如果你有营业的话，选 CC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所以路上很多 CC 都是黄色的，但我本身一定开不到1万多公里。只是从电动车一问世，我就很欣赏电车发出的那种高频的嗡嗡声，行驶时没有引擎声的感觉。CC 的电池现在大概是66000元左右，8年16万公里保固。那时候真的就算过8
年电池刚好就坏掉，66000元减掉前面加油省下来的车钱，我觉得其实也不会说要花很多额外的钱，但是能享受到起步的电车加速感以及安静的低速行驶体验，对我来说就很有吸引力。油电版本的售价也差不到几万块而已。Corolla Cross 有分豪华、尊爵、旗舰跟 GR Sport 的版本，买车了才知道，原来各家经销商卖的版本都有些许差异，配备不尽相同，可能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又提高好几万，但你或许根本不需要那些配件。GR Sport 又贵好几万，但我看就是单纯内装及外观有一些不一样而已，所以不考虑。反正我最重要的需求就是360环景，因为这个真是太好用了。虽然太依赖科技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对于路边停车、倒车入库、闪避障碍物来说，还是一个很方便的辅助工具，必须加入，或是去外面自己装当然也可以。那其他功能我个人就没有特别要求，如果有盲点的话，晚上开车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常开高速公路的话，有自动跟车系统会轻松许多。我个人今天开过的车种有像是很旧的 Honda CR-V、马自达的 CX-30、奥迪的 Q3。然后 Land Rover 的 Range Rover 等等，不算太多车款，单纯就一般不懂车的视角来看驾驶体验 ，Range Rover 开起来最舒服 ，Q3 加速跟走楼梯一样，不太舒服。CX-30很不错，就是空间小了点。CC 在我实际上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晃动的程度好像是比较高的，因为我的副驾常常在我刚上路的时候就要开始闻薄荷棒，帮助它提神跟消除晕车。而且网络上也看到很多人分享他驾驶 CC 副驾觉得很晃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相同的经验，只是蛮意外的，因为试驾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它的 Power 模式，之后发现其实比我想的还要有力很多，尤其起步的时候的加速感，我觉得蛮足够的，偶尔可以让速能的那种感觉。中间提速没这么快，毕竟马力才122匹，但是电门起步冲出去的速度确实很有感。Corolla Cross 的加油孔在这边，在左边下面这边扳一下，加油孔就弹开啦。那以前呢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听过别人家人有讲过，在界面上我们可以判断出加油孔的位置，因为有时候加油孔在左边，在右边，那其实就可以看这个图示，这个图示的加油孔的左边或右边会有个箭头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箭头有一个往左，加油孔就在左边。影音系统的部分使用起来，360环景的视野跟画质很清楚，停车的一大帮手。主画面左下角可以手动叫出来看影像，无线有线都可以 CarPlay， 启动会跟手机自动连线。因为都用 Google 导航，所以没有加购内建的导航系统，滑动起来顺畅度也都很够用。我觉得这个画面大小也是蛮够的，像 CX-30我觉得就有一点太小，而且没有触控功能。奥迪的 Q3 都是萤幕位置有点太低，看导航会不太方便。音量可以在侧边调整，两指左右滑动也可以调整音量。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宕过机，希望以后也不要宕机。那车机的部分就是这样，下雨天的部分可以感受一下听音乐跟听雨声的比例，雨声其实真的蛮大的，我的音量都要调整到很大声才会听得比较清楚。也要求嘉文第二天早晨回家接小儿子去上学。嘉文所驾驶的嘉文失踪的2天后，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副驾驶，请问平常坐车的感觉如何？你觉得会很晃吗？我觉得这一台车呢，坐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晕车，尤其是你在加速的过程中，如果你突然加速比较快一点，就会比较容易晃，就会有点想要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你觉得这台车哪里好，哪里不好？不好的，我先说不好的地方好了。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看刚刚说的，就是车子比较容易晃，比较容易晕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它的隔音效果也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就比较没有那种包厢的感觉。但是它的好处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它非常能装。就比如说你要去 IKEA 载一个柜子啊，或是推车，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得下的。你觉得男朋友或老公开这台车会没面子吗？因为我们在 Facebook 有看到一个人发文说，老公开 CC 在我跟闺蜜聚会很没面子，闺蜜们老公都开双 B。我觉得是还好啦，因为以我们目前小资族来说，我觉得以这个价格啊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都已经很够用了。而且呢，它在去年改款之后，我觉得整个车头都变得还蛮有科技感的。所以就也还不错。那再加上，虽然我们不是双 B， 但是我们也是双 C， 我觉得也是非常赞哦。而且天大地大头优大。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副驾驶。